只大金毛突然朝着海边狂叫，紧接着波涛汹涌的海水直接向陆地冲过来。可其实这并不是一场普通的海啸，而是我们的怪兽之王哥斯拉即将登陆。眼看他就要撞上人类的航母时，突然朝着水下游了过去。他的目的似乎并不是人类，可哥斯拉从水底起来要登陆之际，掀起的海水直接冲向大陆，丝毫不给人类逃跑的机会。一时间大街上更是乱成一锅粥，有的游客还趁机躲到餐厅里面，而其他游客就不好了，他们全被海水淹没，就一眨眼的功夫，海水已经将失去全部渗透，大楼的灯光毫不例外的被消灭。这时士兵立即朝天空打出几发信号弹，定睛一看是怪兽之王哥斯拉。站在顶楼的人类顿时被吓傻了，为了安全起见，士兵立即拿着突击步枪朝着哥斯拉攻击。他们的攻击对哥斯拉来说就是挠痒痒，但是哥斯拉不想咬人类，而是扭头去找木托。此时的士兵发现木托好像是向市中心跑去了。随着灯光逐渐的亮起，列车也开始启动。不出意外的话，木托同样出现在人们的目光中。他的所在之处正是列车即将要路过的地方，军方立即派出直升机过来支援，显然没造成任何效果，连木托的一根毛都没打落。此时的列车已经来到他眼前，木托突然袭击了车尾。好在福特及时抓住建筑物，小男孩朝着下方滑落，福特找准机会一把手将男孩抱住，这才捡回2条命。此时的木托已经来到人类的飞机场，男人的脚下也突然涌来许多海水。别看木托现在极其猖狂，等下就会落荒而逃。不知死活的士兵开着直升机一头砸过去，不料却被木托一巴掌将其拍飞。直升机撞在地上的瞬间发生了猛烈的爆炸，直接燃起了熊熊烈火。在人们惊讶的目光中，一只小脚从天而落，来的正是怪兽之王哥斯拉。正在掠食的木托也感受到有一股强大的压力在靠近，他示意哥总不要乱来，但是哥总可管不了他。哥斯拉过来就是要报仇木托对寄生孢子在祖先体内的羞辱。原本以为会有一场大战爆发，没想到木托怕死飞向空中跑了，无奈的哥总只能游进海里追击。然而昨晚的2只怪兽的到来已经把城市搞得破烂不堪。福特正在填表时，却突然发现刚刚还在的男孩居然不见了。福特匆忙的在人群里面寻找，原来是小男孩找到父母了。长呼一口气后，他用海军身份找到当地士兵回美国。可好巧不巧，这群士兵正好要向东方送物资。就这样，福特坐上士兵的直升机一路跟随着哥斯拉。军方在工作室里面发现木托的方向是去太平洋的海岸，人们都以为木托召唤的是哥斯拉，而哥斯拉为什么又追着木托击杀呢？这时秦泽才想起，木托可能是在召唤另一只熊木托，而那只木托正被放在内华达的核废料气场中。于是上校立即派出一支武装小队前往查看。可当士兵打开铁门时，这里早已空空如也。看来那只熊木托感受到女木托的召唤，已经提前离开。士兵拿着望远镜发现，那只熊木托正朝着太平洋海岸方向去。此时的人们还在开心的吃喝玩乐，殊不知危险即将来临。只见电源突然关闭，人们以为只是普通的停电，可下一秒，一只木托出现，直接将房子给干坏。军方这边也是第一时间收到消息，发现这只熊木托竟没有翅膀，而且它似乎在寻找放射物品。看来女木托召唤它回合是为了求偶，一旦女木托成功求偶后，肯定会陷入沉睡，直到它的婴儿成熟。于是他们特意开了一场会议，上校要用出100万斤核弹将木托活活给炸死。只要将100万斤核弹放出去，这时木托肯定会过来猎食。可这时秦泽却表示不同意，他觉得能够阻止木托的只有哥斯拉，人类在怪兽面前就如蝼蚁。可上校还没意识到木托的恐怖之处，坚持用核弹把木托炸死。这时福特已经跟随士兵来到加州孤松镇，没有装备的他一时间不知道去哪。站在原地的福特刚好目睹了士兵运送100万斤核弹的过程，他一眼就看出眼前的核弹根本解决不了木托。于是福特找到负责运送的队长，他觉得正常核弹启动开关肯定来不及就会被木托吸收，要是装上计时器那就很好。队长觉得他想法不错，于是便让福特穿上装备加入运送计划。很快改装好的核弹开始送往太平洋海岸，看着木托的脉冲波，人类也无能为力。所有美国车辆全部被堵在大街上，就连飞机也从空中降落。可秦泽依旧劝说上校不要这么做，因为在1954年就有过一次核弹炸木托，那时候并没能杀死，但这次不一样，上校这次送出的是100万斤的核弹，当年的只不过10千斤。如果非要相比的话，那么之前的就是小鞭炮而已。晚上，火车运输的核弹已经在路上，福特和一名士兵正在换掉电力开关，刚把开关换好，突然火车出现一阵剧烈的晃动，被迫无奈紧急停止。而木托直接从旁边走了出来，吓得福特2人不敢发出一丁点声音。幸好他的目标并不是2人，而是那颗100万斤的核弹。木托从2人面前走过，肚子还背负着他的孩子。就这样，2人看着木托从烟雾中消失。随后那边就传来一阵哀嚎声，让2人迅速警惕起来。只见火车一面朝2人撞过来，2人见状立即掉头逃跑。他逃跑的过程中，木托突然将铁路给摧毁，士兵和福特便一同掉入大海之中。
不出意外的话，100万斤的核弹还是被穆托拿来当辣条吃。同时，军方探查到哥斯拉突然改变方向，不知要去什么地方。当福特醒来时，却发现自己并没有死，还看到美军将被穆托吸收过的核弹带回去。他们将核弹送到距离海岸30公里内的航母上进行维修。安妮将儿子送进校车内撤离，自己便选择留在这里救人。由于太多人想要撤离，一时间将金门大桥给堵死，就连军方的坦克都无奈从桥上经过。随着一群海鸥惊慌从空中飞走，一个巨大的背脊从海里朝着众人袭来，士兵立即朝着哥斯拉进行攻击，有的航母居然还打偏了，吓得校车内小孩惊慌失措。司机捏了一把冷汗，直接猛踩油门一路前进。即便警察在前面，他也管不了那么多，直接从中间冲了过去。可突然一颗导弹击中大桥的围栏，最终堵住了校车。看到人类有危险，哥斯拉立即起身替他们挡住了攻击。可这群人类还不知死活地朝着他打，气得哥斯拉直接撞坏了金门大桥。此时的军方居然还派出2架战斗机，士兵他们见状也激活了刚修好的100万斤核弹，炸弹的定时是90分钟。随着核弹的启动，一股强大的脉冲波也随之袭来，顿时将所有有关电源的设备全部断电。市中心也出现相同的情况，电源全部强行断电。在安妮惊慌的表情中，一架战斗机直接撞向大楼，发生恐怖的爆炸，所有在天上的战斗机毫无例外的掉落，天上也传来一阵恐怖的声音。